大家好，歡迎大家來到原來如此。今天我們來分享的話題是，這句聖經沒幾個人懂。今天還是和大家分享一些常識性、基礎性的聖經問題。雖然今天教會這麼多，卻感覺真正能夠講好聖經的教會不多。好吧，求主憐憫，以上的這些話說的都不太屬靈。神的教會怎麼會講不好聖經呢？可是現實就是這樣，今天的教會中太多人的東西，所以才逼得我們這些普普通通的信徒也要找一個出口來吐槽一下。今天呢，就和大家聊一句很多人都听過，卻是很多人都還沒有搞懂的一句話。馬太福音26章52節，耶穌對他們說，收刀入鞘吧，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。這是耶穌被捕的那個晚上，耶穌和門徒在馬可樓吃過了最後的晚餐，他們一起來到了客西馬尼園，賣主的那個猶大帶領着一群人來捉拿耶穌。門徒們看到耶穌要被捉住，就非常的着急。這個時候，作為人稱門徒之首的西門彼得奮勇而出，抽出刀來就砍向了大祭司的僕人，並且削掉了那個人的耳朵。這是聖經中很少記載的耶穌門徒有如此暴力的行為。約翰福音第18章第10節，西門彼得帶着一把刀就拔出來，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的右耳。那個僕人名叫馬勒古。然而這不是關鍵，關鍵是西門彼得動手砍了對方，耶穌卻對彼得說，收刀入鞘吧，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。這裡我們看得出來，彼得是想救耶穌。當時其他的門徒都是一臉的蒙圈，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彼得已經衝出來想解救耶穌了。可是耶穌為什麼不表揚一下彼得，反而對彼得說，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呢？這還有一個問題，就是耶穌和門徒平時都是沒有刀的，他們走遍猶太地四處傳福音，雖然也有很多的逼迫，但是聖經中從來沒有記載他們身上帶着武器。而這個時候彼得手裡怎麼會有刀呢？所以我們不得不把目光放回到路加福音22章35到38節。耶穌又對他們說，我差你們出去的時候，沒有錢囊，沒有口袋，沒有鞋，你們缺少了什麼沒有？他們說沒有。耶穌說，但如今有錢囊的可以帶着，有口袋的也可以帶着，沒有刀的要賣衣服買刀。我告訴你們，經上寫着說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，這話必應驗在我身上，因為那關係我的事必然成就。他們說，主啊，請看，這裡有2把刀。耶穌說，夠了。這是耶穌和門徒去客西馬尼園之前的一段對話。聖經中很明顯地告訴我們，耶穌對門徒說，你們之前身上什麼都沒有，現在不可以了，你們現在要帶着錢，带着袋子以及刀，甚至沒有刀，把衣服賣了也要去買刀，說明刀是很重要的。也就是说，耶穌和門徒一起去客西馬尼園之前，耶穌親自交代身上要有刀。然後很快他們就遇到了麻煩，一群人拿着刀棒来抓耶穌。就是這樣的危機時刻，門徒就有了這樣的反應，並且這件事情在4福音書中，也就是馬太福音、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約翰福音都是有記載的。我們知道4福音書雖然重疊的記載有很多，
但是四福音書中全部都記載的事情是不多的。說起来可能只有5餅2魚以及耶穌被捕復活這麼幾件事情，四福音書中全部都有記載。所以今天我們要說的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此重要的事情，我們就一定要認真的領會。這些記載到底今天要告訴我們一個什麼真理呢？而新約聖經不像舊約聖經，畢竟新約聖经距離我們的時間相对還是近一些，所以通常從語言的角度來說，我們都能夠讀明白。只不過問題是字都能看懂，意思卻不一定能夠知道。就像我們今天所說的这句經文，收刀入鞘吧，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。很明顯，这裡耶穌是不贊成彼得用刀的，而且警告彼得說，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。這對於我們今天而言又代表着什麼呢？應該說，今天很多人都把這句話理解為基督徒不能使用武力，基督徒不能暴力反抗，以暴制暴的後果就是自己也會丟掉性命。所以那些所謂的愛好和平的人，他們就有了聖經的依據。但是对於我們來說，難免會有這樣的疑問，作為基督徒來說，當我們自身的性命都受到威脅的時候，難道我們不能反抗嗎？人家都要殺我們了，我們就應該站在那裡等着被殺嗎？有人說，掃羅要殺大衛的時候，大衛選擇逃跑；外邦人要殺使徒保羅的時候，保羅也選擇逃跑。所以真遇到危險了，我們跑就好了。但是就是不能反抗，因為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。所以我們隨便在網上搜一搜，得到的結論也是說，耶穌的意思是不要擅自使用武力，否則必定招來殺身之禍。也就是說，使用暴力的人最終會成為暴力的受害者，甚至可以擴展到冤冤相報何時了這樣的暴力循環之中。看上去這樣的解釋是有道理的，但是我想說的是，聖經在這裡根本就不是說的這個意思。也就是說，這樣的解讀完全是曲解聖經。我們解讀聖經需要有一個原則，就是單獨一句能不能拿出來用，要看當時的環境。有些話可以拿出來單獨使用，但更多的時候，聖经中的話語是不能夠隨便拿出来單獨使用的，一定要結合上下文的語言環境。其實這句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和通常人們所說的暴力反抗、暴力革命完全沒有關係。首先我們要先了解當時的環境。耶穌呼召並且教導這些門徒，而耶穌在地上的時間是有限的，到了分別的時候，也就是耶穌要去耶路撒冷上十字架了。這是神偉大的救贖計劃，也是耶穌降世為人來到世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可是耶穌把這些事情講給門徒，門徒卻不知道耶穌在說些什麼。耶穌對門徒至少說了3次，他將要定罪、被殺，並且復活。可是門徒們都是一頭霧水，根本搞不清楚狀況。所以在路加福音22章35到38節中，耶穌的這段話的意思是，我要離開你們了。你們之前跟着我的時候，你們什麼都不需要操心，但是我要走了，今後你們就得靠自己了。所以該預備的自己都要預備，錢、行囊、鞋子、防身的武器，你們将来都要獨立去面对一些事情了。所以耶穌知道门徒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狀況，甚至這些門徒會受到嚴重的逼迫。這些話的意思就是讓門徒們
做好心理準備。然而門徒完全不能理解耶穌在說些什麼，而且還不合时宜地跟耶穌說，看呢，這裡有2把刀。耶穌回答了一句，夠了。這是和合本的翻譯，其實比較接近當時語境的翻譯應該是，好吧，不要再說了。耶穌知道他的门徒们還不能理解他的話，所以他決定這次談話就到此為止了。所以這裡表達的不是2把刀夠了，而是到此為止，不要說了。只不過西門彼得還沒有搞清楚狀況，覺得拿刀的意思就是接下來要使用。然而緊接着他們就遇到的情況就是一大群人拿着刀棒來抓耶穌。耶穌已經準備好要被這些人抓走，可是西門彼得覺得這個时候要出來保護老師。這裡我們看到的一個問題就是，彼得這個人是喜歡用暴力的人嗎？如果說約翰、雅各兄弟2個是有暴力傾向的，我有可能還相信，因為他們的外號就叫雷子，屬於那種沾火就着的人。彼得雖然性格是比較衝動，甚至可以說魯莽，但絕對不暴力。對一個不暴力的人說暴力會招來報復，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。所以只要我們換一個角度來想這個問題，其實並不难理解。賣主的猶大帶了那麼多人，並且都是拿着武器來的，憑着彼得一個人能夠得勝嗎？如果真的打起來，幾乎肯定的是彼得一定會在這次打鬥中被殺掉。所以耶穌的意思是，不要打，因為你一個人也打不過。這些事情本來就是要發生的，你彼得沒有必要在這裡白白的犧牲，因為彼得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所以彼得沒有必要傻傻的死在這裡。其實這句話就這麼簡單。前面一段是耶穌讓門徒們預備刀，但並不是單單的要求他們有刀。錢、口袋、刀是告訴門徒們今後的路要你们自己走了。後面讓彼得收刀入鞘是告訴彼得不要做白白的犧牲。只不過彼得的理解是一直有問題的。他的理解是這個時候就是用刀的時候，以至於什麼暴力反抗、暴力革命，這段聖經根本沒有涉及到這個話題。耶穌只是告訴彼得，這個時候你打不過，你出手反而會被殺。所以這句話不能夠無限的去延伸，所以這句話跟暴力不暴力完全沒有關係。基督徒做什麼事情一定要出於神，神讓你做的事情你就去做，神不讓你做的事情你就不要做。路加福音第9章54節，他的門徒雅各、約翰看見了，就說，主啊，你要我們吩咐火從天上降下來燒滅他們，像以利亞所做的吗？以利亞可是一個狠角色，以利亞曾經借着天火一次就燒死100多人。很顯然，雅各、約翰並不是因為看了舊約聖經才說這句話的。雖然新約聖經中並沒有記載，但是憑着雅各和約翰說這句話，我們就有理由相信雅各和約翰真的曾經吩咐火從天上降下来，並且這個火是可以燒死人的那種火，所以他們才有底氣說这些。今天我們讀聖經一定要有一個基本的界限，那就是千萬不能夠過度解讀，不能拿出一句話到處的引用。聖經中多數的情況下，經文都需要按照當時的環境來解讀。如果你不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，千萬不要自行的判斷聖經中這句話的意思。其實類似的經文我們也做過一些了，類似的聖經經文的曲解我們也跟大家解釋過一些了，但是一直沒有整理在一起，
求主憐憫，如果有機會的話，我們可以把一類的問題拿出來總結一下。然而暫時我們是沒有這個時間的。好吧，今天呢，我們就先說到這裡。原來如此，我們下期見。